你突然发现电脑里多了一个奇怪的游戏，不仅自动开启，还像病毒一样怎么都关不掉。你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进入了这个游戏，但让你没想到的是，这个游戏竟然是你最爱的类魂系游戏，而且还是一款制作精良的修仙风格的游戏。你激动地操纵着画面中绝美的剑仙上下攒动，却丝毫没有发现那位剑仙竟露出了惊恐的神色。你看着屏幕中精美的画面，人物流畅的动作，全以为是游戏制作的精良，却丝毫没想过，你操纵的人物其实是另一个世界真实存在的人。而此刻被你操纵着的宗门弟子岳清无内心却是无比绝望。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为什么我的身体不受操控？而且我的脑中为什么会有一个人在说话？而此时的你也摸索着打开了角色面板，这个角色叫岳清无啊，怎么才炼气7层，而且魅力这么高，体魄这么低，这初始属性点也太废了吧！魂游里魅力有什么用？你自言自语的话不知为何传到了被你控制的角色岳清无的耳中。听到你说的话，他惊恐万分，我这是被夺舍了吗？但是为什么我的意识还存在？岳清无虽然害怕，但也强装镇定下来。此时的他还以为是某个大修士在给他开什么恶作剧，毕竟如果真的是夺舍的话，他现在应当不会有如此清晰的意识。但你接下来的话让他意识到了，这或许不是个玩笑。熟悉完操作后，你打开地图，但地图上竟然没有任何像是任务提示的东西。不愧是类魂游戏，连提示都没有，全靠玩家自己摸索。算了，先去宰几个人练练手吧。宰几个人？这位前辈不是在开玩笑吧？现在的你显然还不知道，你所玩的游戏其实是个真实存在的世界。你只知道这只是个游戏，而且是可以存档的，所以宰几个 NPC 练手也是非常正常的。练完手直接独档就可以。但那岳清无哪里知道，听到你要用他的身体去杀人，整个人都不淡定了。难道不是什么前辈的恶作剧，而是一个邪修用秘术把我夺舍？你接下来的操作更是让他如遭雷击。你在地图上发现了 NPC 的标识，而离你最近的一个就是岳清无的师尊苏清寒。你自言自语道，既然是师傅的话，拿他来练手也说得过去吧？什么？他不会是要操控我去暗杀我师傅吧？这哪是什么邪修，分明是魔头啊！不行，我必须要做点什么。但是我只剩下一个意识，还能做什么？这可怎么办啊？岳清无此时彻底绝望。定好目标后，你操纵角色施展轻功，跑了很长一段路，才来到了师傅的洞府旁。这游戏的地图是真的大，还好角色的轻功了的，而且是修仙游戏，以后说不定可以御空飞行呢。那时候跑图就方便了。正想着，洞府的大门便缓缓打开了，只见师傅坐在院中，缓缓品了一口茶。无儿，你所来何事啊？接着画面中淡出了对话框，这应该是剧情吧？但为什么没有对话选项？你思索了一下，打字上去，来杀你！苏清寒顿时瞳孔微震，一股气场冲出。你说什么？被你操控的岳清无此时也急得不得了，自己竟然跟严厉的师尊说出了如此大逆不道的话，但他没有任何办法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操控他说话。你看到苏清寒的回答，还以为是游戏注入了先进的 AI 技术，这技术可以啊 ，NPC 还有专属的生气特效。当即你又打字上去，我说我要杀了你，你该如何？苏清寒闻言立即起身，冷冷的上下打量着你，是哪位道友夺舍了我的弟子？还请不要为难小辈。闻言你眼神一眯，不对，为什么一个 NPC 会有这种回答？难道说这是为了增强代入感吗？那我自然也不能扫兴了。结，本尊魂殿殿主魂灭生，区筑基小修，也敢在老夫面前大放厥词。闻言，苏清寒和岳清无二人同时震惊，这个名字他们从未听说，难不成是元婴甚至化神的大修士吗？当即苏清寒也不再犹豫，魔修，在我上清剑宗还敢如此放肆，徒儿对不住了，不能让此魔头成长下去，必须扼杀在摇篮中。随即一招万剑归宗瞬间施展出来，看着漫天剑雨，你也傻眼了。好家伙，起手大招啊！岳清无此时也闭上了双眼，静静的迎接死亡的到来。死在师尊手里也好过被魔头折磨。下一刻，漫天的剑雨直接将他掩埋，但他的意识却仍未消散。再次睁眼，又回到了最初的地方，他仍然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。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？独档后，你再次回到了最初的起点，喃喃自语道：“这也太夸张了，见面就甩大，不行，再试一次。”而再次听到你声音的岳清无彻底傻眼，这魔头难道掌握了阴阳法则，能够让人起死回生吗？这可是大成期的修士才能掌握的法则之力啊！这人究竟是什么来头？又为什么要夺舍我啊？再次赶路来到师尊洞府，这次速度要比上次快得多，因为战斗后有经验获取，你将其都加在了灵力上，让岳清无炼气7层的瓶颈松动了。但他此时哪里还在意这些？他只疑惑为什么炼气7的你还要来到筑基期师尊的洞府？明明刚刚才被秒杀，不怕师尊发现你起死回生的秘密，从而请动宗门老祖吗？但当你再次推开师尊的门时，他知道为什么。只见此时师尊苏清寒再次做出了一样的动作。徒儿，你所来何事啊？看到这一幕，岳清无绝望了，这是逆转时空，这魔头还精通时间法则，这下我可能真的没救了。但他思考了一下，又振作起来，没事，师尊可是筑基修士，对付一个炼气7还是绰绰有余的，只要师尊能发现他的秘密，我们就赢了。但是他不知道的是，所谓的境界差距在游戏中是可以靠操作弥补。你不再回答苏清寒的问题，一记飞剑术直接甩了过去，刺在了他的身上，并未造成伤害。但这一击也瞬间让他意识到了不对，当即他释放出万剑归宗，漫天的剑雨再次袭来。岳清无见状也自嘲的笑了笑，炼气在筑基面前还是犹如蝼蚁啊。而此时的你面对着即将落下的剑雨，淡淡一笑，就是现在。闪避，在剑雨接触到你的刹那，你直接敲击闪避键，只见那剑雨竟从你的身体穿了过去，没有造成任何伤害。他们二人懵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你冷哼一声，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闪避时是有无敌帧的，和魂游类似。闪避的那一瞬间人物是无敌的，而苏清寒大招放完后，他比屏幕还长的血条也亮了出来。他暗自嘀咕，这魔头不简单，定是有着某种虚化法术，不容小觑。接着白光一闪，他手持宝剑，踏步上前，瞬间来到你的面前。这一幕反而吓得岳清无瑟瑟发抖，这是师尊的本命飞剑，地阶上品的灵宝玉清剑，剑之必死。但你却丝毫没有慌张，只因你知道，类魂游戏都有着一个招式，那就是弹反，只要时机把握住，就能无伤将敌人的攻击弹开，并产生巨大的硬直让玩家攻击。说
时内时快，苏清寒持剑便要砍来，就在出剑的一瞬间，你敏锐地察觉到剑身变成了金色，当即按下弹反键，但时机稍差一些，弹反还没出去，就直接被一刀两断。接着死亡画面上也和你料想的一样，显示出了弹反教程。当敌人武器亮起金光时，可使用弹反，谨慎使用弹反。境界相差太大的情况下，没有完美弹反将会以 BOSS 30%的伤害计算。爱出剑就完美弹反还是太难了，但是我可以独当啊，只要备注 BOSS 的出招顺序还不是手到擒来。再来，你再次独当，画面又回到了最开始的地方。岳清武此时也对你疑惑不解，这魔头竟然想用炼气期的身体抵挡筑基期的全力一击，开什么玩笑？不过他又掌握着2种逆天法则，又为什么非要用我这炼气期的身体呢？不行，有机会一定要摆脱这个魔头。你再次面对苏清寒，这次你成功弹反了攻击，并且也和你想的一样出现了处决交互，你直接出手处决，但他只掉了一点点血量。看着他的血条，吃惊之余，你又被带走，接着又不知道重来了多少次，连岳清武的意识都变得疲惫，快要睡过去。终于你通过不断的躲避、弹反、处决，一刀一刀的将苏清寒带走了。你长长的舒了口气，刚想看看苏清寒有没有抱什么好东西，下一刻，一个巨大的手掌直接落下，瞬间将你湮灭。何方邪修胆敢在上清剑宗放肆？但让你意想不到的是，这次死亡没有出现独当的按钮，只是出现了一个窗口。当前角色疲劳值不足，无法再次使用，于明天6点疲劳值恢复，可再次游玩。疲劳值每小时回复10点，若角色休息不足，将会出现 debuff 灵力体能下降40%。这一个单机怎么还有疲劳值系统？算了，也该休息了。看样子苏清寒应该是个重要 NPC， 是不能杀的。如果杀了会被机制强制回档，这游戏设计的还真不错。而另一边，岳清武再次睁眼，发现他又回到了原点，但不同的是，这次他可以操控自己的身体，并且还突破了炼气8层，这不禁让他感到震惊。要知道，我从炼气6层突破到炼气7层都用了1年时间，7层到8层原本自己估摸着要7、8年的时间才行，没想到这才1天就突破，难道是那魔头的秘法吗？但现在没时间在意这些东西，既然恢复了行动，就赶快去找师尊解决这魔头。不一会，岳清武就来到了师尊的洞府，果不其然，师尊也回到了最初的状态，再次说出：“徒儿，你所来何事啊？”这一句一出来，顿时让岳清武起了一阵鸡皮疙瘩，他赶紧一股脑的说出先前的遭遇。但苏清寒看着他像是在看傻子，还以为岳清武是心魔入侵了。但随着岳清武提出要和师尊切磋一下后，师尊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岳清武击倒。他也相信了，可能没徒弟说的那么夸张，但也确有其事。但如今宗门老祖还在闭关当中，若真是有一个堪比大成的邪修，宗门中没人能抵挡。没办法，只能先将岳清武关在宗门监牢中，这是由老祖亲自打造的监牢。待老祖出关后，再请老祖来亲自探查。另一边睡了1天的你终于苏醒，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游戏，但一进游戏你就傻眼了，不仅多出了10几个存档，一上来还被关在了监牢里，这什么情况？这游戏还会自己动不成？而画面中的岳清武也再次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，这感觉那魔头又回来了，这可怎么办？这监牢能限制得了那魔头吗？要是他撕票怎么办？然而现实并没有给他反应时间，下一刻画面一闪，他就再次回到了初始平台。岳清武彻底傻眼，这魔头难道又逆转时空了？大成老祖建造的监牢都管不住他吗？他的真实实力到底有多强啊？我还有救吗？而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，只是你读取了昨天的存档，一切全都恢复到了原点。尽管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对你来说，岳清武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。哦，看起来存档还是在的。那这样看的话，想必应当是我击杀了师傅的惩罚吧。不过既然已经熟悉操作了，那还是正常去玩吧。毕竟一般来说，只有推进剧情才能解锁更多内容。我倒要看看这游戏到底是个什么来头，就先去师傅那里看看能不能触发什么任务。而岳清武看到你又要去找师尊，以为你又要用他的身体去做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，再次陷入了深深的绝望。再次来到师尊洞府，师尊也再次说出了那句：“徒儿，你所来何事啊？”你思索了一下，打字上去：“师傅，你这里有什么任务吗？”顿时，不仅苏清寒微微疑惑，岳清武也疑惑了起来。这魔头到底想干嘛？苏清寒虽有疑惑，但还是正常的开口：“徒儿，你是要执行宗门任务吗？正巧为师这里有一桩剿灭魔修的任务。宗门南边100里外的石头村的村落有邪修盘踞。”师尊喋喋不休地说着，期间你还掏出手机点了个外卖，但他还是没说完。你看着画面不禁不耐烦起来：“不是，这怎么连个跳过都没有啊？对话还这么长。”你思索了一下，既然这游戏 AI 这么先进，那这样行不行呢？你直接打字上去打断了他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果不其然，苏清寒的话当即停了下来。好吧，看来徒儿很着急下山历练了。而岳清武见状更加着急了，自己怎么能用如此大逆不道的语气跟师尊说话？师尊，你面前的人不是真正的我啊！随后苏清寒便给了你一块令牌，接下来你便去执事堂找随行的同门师兄一同出发吧。离开师尊洞府后，你打开地图，地图上此时也标注了一个金色的感叹号，但这距离貌似有点太远了。不过这种地图很大的游戏应该会有传送点之类的吧？果不其然，你在地图上找到了传送阵，可以直接传送到其他接通了的地点。随后你便根据师傅的安排，先去了执事堂找其他一起做任务的 NPC。毕竟游戏前期，按理说正常走剧情体验会好一些，等完全熟悉这个游戏的时候再去自由探索。正想着，你便传送到了巨大的执事堂中，不由自主的便开始探索起来。接着便发现了商店，随后你进入其中，观看起了商店内的道具。但这一看你却直接傻眼，最厉害的灵宝竟然要899上品灵石，最垃圾的灵宝只要16块灵石，而一枚上品灵石等于1万块下品灵石，但你手中只有10块下品灵石。我去，这初始角色也太穷了吧，怪不得用的剑这么垃圾，伤害低的要死。岳清武听得一阵脸红，你一直操作的那把剑其实是他攒了好久才买到，但你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又感到一阵后怕。算了，反正我也没打算买，先踩好点，等摸清游戏机制了全给他抢了。正常玩家怎么可能老是花钱买装备？没错了，这人绝对是个彻彻底底的魔修啊！逛完以后，你终于想起了要去做任务，随后便来到了任务阁，然后打开背包使用了令牌，接着人群中便有几人的脚下出现了白色光柱，那几人也瞬间朝你这边看来。师妹，你怎么才来？等你好久了。此人正是岳清武的师兄聂宁，接到了师尊苏清寒的传音来，带着小师妹参加任务。你看着师兄的装扮，明显比他旁边那几个
NPC 高级，你瞬间意识到这人肯定是个重要 NPC， 至少也是有个独立支线的存在，得打好关系才行。随后你们便开始任务，一同前往石头村。路上师兄聂宁滔滔不绝地说着任务的详情，他们大概在12年前盘踞在石头村，以凡人血肉修炼。你还没听2句话便困得要死，不能跳过剧情，真是这游戏的一大败笔啊！我是真的不想看剧情啊。正好这时你刚点的外卖到，你便让角色自动跟随，然后去取了外卖。回来时正好师兄的话说完了，紧接着画面便进入了一个破败山村。你不知道任务详情，不知道注意事项，但这都不重要。你多年游戏的经验告诉你，现在是下副本了，而只要把副本里的怪全清了，任务自然就完成了。接着你将师兄护在了身前，进入了村子里，看着村子破败的景象，你虽然见多识广，感觉无所谓，但岳清武此时早已吓傻了。你没听到的任务详细他全都听到，并且这是他第一次外出历练，哪里见过这种场景？他只觉得一股死亡的气息在他心头环绕。而就在这时，成群的怪物出现，并迅速朝着你们爬来。我要吃的！师兄二话不说射出长剑，当即洞穿一只怪物的身体。但只见那怪物仿佛毫无知觉，仍旧义无反顾地朝着你们爬来。小心，这是被邪血法侵蚀的凡人，他们的身体蕴含能够让修仙者身体腐烂的剧毒，不要触碰，远距离操控飞剑杀死他们，帮他们解脱了。江邪石修一定就藏在这里。见多识广的师兄赶忙大声提醒众人，虽然他对其余人的实力不质疑，但他却最担心自己从未出世的小师妹。师妹跟紧我！但当他回头时，他傻眼了，只见他身后哪还有什么师妹？不是我那么大一个师妹去哪了？结，还关心什么师妹？先关心你自己吧。而此时另一边的你显然迷路，就在刚刚怪物围上来时，你一刀一打得忘乎所以，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已经和师兄他们走散了，并且你还找不到回去的路了。但你丝毫不慌，只因经验告诉你，在这种没有明显引导的游戏中，小怪就是引导，只要把看到的小怪全部清掉，没有小怪的地方就是已经来过的地方。随后你便开始了自己的清图计划。而此时岳清无都快吐出来，整个人都不好了，只因你不但杀怪不眨眼，还要在击杀怪物后下手去掏一下怪物满是腐烂的尸体，真是前所未见闻所未闻。这魔头为什么要用我的身体做这么恶心的事情？但你却觉得没有任何所谓。这个操作对游戏来说其实只是在拾取怪物的道具。你在上集看了商店之后，意识到了在这个游戏中零食是非常重要的，随便一点东西都要好几十块零食，所以你没打算放弃任何一个可以获取零食的机会。不过让你失望的是，这些小怪根本就不会爆出任何有用的东西，只会爆一些凡人所用的铜板，但你还是将其收集起来了。凭借我多年的游戏经验，这些道具后面肯定有用，能收集就收集了吧。不过虽然爆不出稀有道具，但你还是认真的清理着小怪，因为你发现打小怪也是有经验获取的，用不了多久就能升级了。但随着你击败的怪物越来越多，你突然发现自己的屏幕此时早已变得五颜六色。我去，这是中毒了？什么时候？而听到这句话的岳清武简直气到吐血。他在来的路上听师兄说过了触碰怪物会中毒的事情，他看你毫不在意的去掏尸体，还以为你有什么解毒手段，合着这魔头是根本不知道有毒啊！放过我的身体吧！你看着持续掉血的血条，虽然这个毒不会限制角色的机能，但一直掉血也不是个事，还是解个毒吧。随后你打开背包，准备使用师傅临行前给你的疗伤丹药，然而你却丝毫没注意到周围的空气逐渐凝固，这种氛围在电脑外的你很难感觉到，而在游戏世界中的岳清无却敏锐的察觉到，不对，这股气息有修士在靠近，这魔头为什么不动啊？这样下去要被偷袭啊！说时迟那时快，一道红色身影迅速逼来，完蛋了！红色身影抬手攻杀过来，就在快要击中你的时候，你终于察觉，搞偷袭是吧？先等我把药喝了。岳清无彻底急了，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喝药，再不躲就要死了。然而他这时才注意到，那红色身影竟然定格在了空中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而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，只是你点开了菜单，游戏画面暂停了，而你则迅速点击选择丹药，先把状态回满再说。要是不小心被打死了，又得从头开始，这难道是时间停止？好恐怖的力量！自己宗门的老祖真的打得过这个魔头吗？此时你也选好了药，游戏暂停后角色也是动不了，所以没办法直接吃药，还是要解除暂停后再去吃药。随后你盯着那红衣修士即将落下的攻击，解除暂停，然后迅速按下弹反，接着处决过去。那红衣修士还没反应过来，紧接着就被你一刀带走。在他倒地后，你也将准备好的药全都吃了下去。没亏我还准备了这么久，合着一刀就拿下了，这应该算那种功高血薄的精英怪吧。随后你便上前拾取他的掉落物，一件红衣道袍，一把武器，他的核心也成了掉落物爆了出来。但最让你欣喜的还是掉了26块下品灵石，竟然会爆这么多灵石，那必须多找一些红衣精英怪了。紧接着你便开始满图的寻找红衣修士，不一会就宰了好几个。岳清无都看麻了，这什么情况？这么多的炼器8层9层的江邪石修在他手中一招都过不了吗？直到最后你的周围一只小怪都没有，你才想起来要回去找师兄，于是你便沿着路走，地上有怪物的尸体便原路返回。师兄没找到，但却来到了一处高墙大院边上。看着这场景，你瞬间意识到这肯定就是 BOSS 房了。当即你补满状态，推开了大门，只见院中盘膝坐着一个老者，名字叫做江雪。小有好本事，用同门吸引我的注意，然后趁机歼灭我的所有手下，让我没有后续支援。此等心智和实力，你必然是上清剑宗的内门弟子吧？也好，小友越强，我能得到的滋补也就越多。小友，就请你助我突破筑基吧。结，这股威压应当是半步筑基强者了，但只可惜你面对的不是我岳清无，而是绝世魔头魂灭生。经过观看你的种种实战表现，岳清无此时对你的实力非常自信。战斗刹那间打响，江雪突然操纵触手攻来，而你的反应更快，瞬间闪避开来，随后释放飞剑术直接击中 BOSS， 接着又这样你闲庭信步的躲避着攻击，并在躲避后瞬间反击。但江雪脚下有着子时维系，他刚减下去的血量没一会就又回了一半上来。你意识到这 BOSS 应该和师傅苏清寒一样，只是处决这种高伤害攻击，其他的攻击跟挠痒痒差不多。但还没等你着急，那江雪却先着急起来了。你
们上清剑宗的弟子总是这样，一副胜券在握、游刃有余的模样。你成功激怒我了。随后他突然变削横扫过来，你没来得及躲避，当即被拍在地上，血量掉了一大截。结，就算你是天才又如何？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都是徒劳。而你听到这话却淡淡一笑，在游戏里还没有人能比我更装逼。只听你迅速打字大喊：天上剑仙300万，欲我也须尽低眉。紧接着临阵突破，直接进入炼气9层，血量瞬间回满。江血傻眼了，岳清武也傻眼了。临阵突破，如此天赋，你莫不是亲传弟子？今日是断然不能放你离开了。我不是才刚突破炼气8层，为什么一瞬间又进入9层了？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难道这魔头是天上来的仙人不成？而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很简单，只是你刚刚把之前打怪获得的经验全都加在了灵力上而已。因为你杀了数不清的小怪，还有好多的红衣精英怪，这才让你攒够了突破的经验。江血见你天赋如此之高，也不再留手，操纵全部触手向你攻来，而这却正中你的下怀。只见那些触手在逼近你的瞬间，竟然全部变成金色。只听一声脆响，看好了小子，这一剑将会很帅。弹反成功，你一道处决过去，直接斩断他所有触手。boss 一阶断果，这是什么剑法？想学啊？我教你啊！随着血量见底 ，boss 也进入了2阶段。第二管血再次亮出，他的触手重新长出，空气中也弥漫起了红色的雾气，这让你原本因为打小怪就叠了很高的异常条上升得更快，要不了多久就会进入异常状态，持续扣血。到那时只要 boss 拖着不死，死的就会是你。然而你却丝毫不慌张，只因你想出了解决办法。魂游中的 boss 大部分都有一种机制，那就是读指令，只要我做出吃药的动作，那 boss 就一定会冲上来。说着，你打开背包拿出了药来，而江血也正如你所料，以为自己抓住了胎命，瞬间操作触手冲了上来，殊不知这都是假动作。你看准时机，瞬间弹，再次斩断了他所有触手 ，boss 血条也瞬间清空，再无还手之力。你究竟是何方神圣？为何有此等实力？你微微一笑，在下萧炎，承让了。随后一刀解决了他 ，boss 也打完了，小怪也打完了，接下来就可以安心收集战利品。boss 的战利品肯定不错。对了，还要去找师兄他们，差点就忘了。